生花生和吃熟花生有什么区别？医生说出实情，原来我吃错了。吴大爷今年64岁，一次去邻居家做客，看到他们桌上摆着一碗水煮花生，吴大爷随手抓了几颗放进嘴里，边吃边说：“我平常吃生花生，可没想到水煮的还挺香。”邻居笑着问他：“吴大哥，平时吃生花生多吗？听说生的营养全在呢。”吴大爷点点头：“是啊，都说生花生好，我吃了好几年了。”当天晚上，吴大爷和老伴说起这事，老伴有些担心，生花生是不是更容易带点细菌啥的啊？再说你的血压偏高，要是生吃的那含量低，那对你真好。吴大爷一听愣住了，心里犯嘀咕，吃了这么多年生花生，真的是对身体更好吗？第二天，吴大爷去社区医院咨询医生，医生听完他的情况，认真分析了生花生和熟花生的区别，告诉他根据不同的健康需求，可以适当选择不同的吃法。回到家后，吴大爷和老伴商量着，以后还是适当换换吃法，让花生真正发挥长寿果的作用。一、生花生和熟花生的区别。生花生和熟花生看似只是生与熟的区别，但其中的营养成分其实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生花生可以理解为保持了花生的原汁原味，它的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和矿物质等天然营养成分未经破坏，因此非常原生态。很多人提倡吃生花生的原因之一，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天然的营养。特别是白藜芦醇，被认为对心血管健康有益，还可能有助于抵抗自由基，保护身体免受环境中的一些有害物质的影响。然而，因为生花生直接来源于泥土，没有经过杀菌处理，可能携带一些细菌或者寄生虫，尤其是如果存储不当，可能会发霉，产生危害健康的黄曲霉毒素。因此，虽然生花生的营养更完整，但也不可忽视。而熟花生由于经过烹饪，比如煮、炒、烤等方式处理，一部分营养成分确实有所损失，尤其是一些热敏性的维生素，比如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。但熟花生的蛋白质和不饱和脂肪酸等主要成分依然保留，能够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。从口感上看，熟花生确实也更受欢迎，比如炒花生，吃起来香脆，带着独特的坚果香味，很多人忍不住多吃几颗。但有炒和高盐调味的熟花生在营养健康上就打了折扣，这种加工方式会让花生中的脂肪氧化，也会增加钠的含量，对心脑血管健康不利的人来说，盐分和油脂的增加可能不利于健康。对于那些担心脂肪摄入量的人群，水煮方式显然是低负担的花生吃法。有人认为熟花生更温和，尤其是对于胃肠道不太好的人，经过煮、炒或烘烤的花生更容易消化。而生花生由于未经处理，纤维相对坚韧，有些人吃了后会觉得胃部不适，这也是选择熟花生的一大原因。选择花生更多的取决于个人的需求和体质，追求纯天然营养的人可以选择适量生吃，但要注意卫生和存储条件。偏好消化好、口感佳的则可以选择熟花生，同时避免油炸和高盐。二、每天吃几颗花生的好处。吃花生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，它的健康益处也非常丰富。简单每天吃几颗花生，就能为身体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。第一个好处就是能带来饱腹感，减少过多的食欲。花生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这些成分进入体内，会让胃觉得被填满了，这样在2餐之间吃上几颗，就能大大减少对零食的渴望，避免摄入多余的热量，对体重管理特别友好。第二个好处就是帮助消化，改善便秘情况。花生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不容小觑，尤其对冬天因干燥而出现的便秘问题，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。对消化系统来说，花生简直是肠道清洁小能手，既能帮助肠道锻炼自己，也能为有益菌提供营养，帮助维持肠道的微生态平衡。所以，如果肠胃有些不适，或者偶尔感觉排便难，可以考虑每天吃几颗花生来为肠道加油助力。第三个好处是抗氧化效果好，让人看起来更年轻。花生虽然小，但富含一种特别的成分，叫做白藜芦醇。白藜芦醇是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它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体抵抗自由基。这些自由基会加速人体衰老，并可能导致慢性疾病。
而白藜芦醇的存在就像给身体增添了一层保护屏障。对于很多人来说，这种天然的抗氧化剂比护肤品更直接有效，因为它是从内部起作用的，不仅对皮肤，还能对整体健康起到保护作用。第4个好处是提升能量，让身体更耐寒、耐疲劳。冬天人们常常感到疲倦、怕冷，其实和能量供给不足有关系。而花生的能量密度很高，提供的热量和营养特别适合在冬天补一补。另外，对于在寒冷环境下工作的人，花生更是一种简单的能量储备。随手拿上一小把，马上就能感觉到温暖和饱足。花生不仅是一种美味的小吃，更是对健康的投资，既接地气又效果明显。3. 这些几种花生要警惕。吃花生虽好，但并不是所有花生都适合入口。挑选花生时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些情况，避免吃到不宜吃的花生。发霉的花生最不能忽视，花生如果在存储时受潮或是长时间放置不当，很容易发霉，这时可能会滋生一种毒素黄曲霉毒素。这个名字可能不陌生，因为它是对人体危害最大的天然毒素之一，尤其对肝脏有强烈的破坏性。发苦的花生也要留心，有时候花生煮熟或炒熟后尝起来有明显的苦味，许多人以为只是口感问题，其实不然。发苦的花生可能也是因为霉变或受潮导致，这种花生中可能同样存在黄曲霉毒素，食用后对身体非常不利。油炸花生虽香，但并不是最佳选择。很多人喜欢花生的香脆口感，尤其是油炸花生，越吃越上瘾，但这种做法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。油炸花生在高温油炸的过程中，不饱和脂肪酸会被氧化，产生一些对健康不利的物质，尤其是长期大量食用，容易对心血管系统造成负担。调味花生也是需要适量控制的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种类的调味花生，像椒盐花生、麻辣花生等，味道确实更为丰富，但这些调味花生中往往含有大量的盐分和其他调味剂，过多的钠摄入可能导致血压升高，对于有高血压倾向的人群尤其不友好，而且长期食用可能会影响肠胃健康和整体营养的吸收。挑选花生时，注意这几点可以帮你更好的享受花生的美味，又保持健康。尽量选择颜色均匀、外壳完整的花生，若购买剥壳花生，也应注意保存环境。4. 不同人群的不同选择。花生虽然营养丰富，但生吃和熟吃各有优劣，适合不同的体质和需求。中老年人普遍对心血管健康格外关注，因此生花生可能是他们的首选。生花生中富含不饱和脂肪酸，对维护血管弹性、预防动脉硬化有帮助，尤其是其天然状态下的抗氧化成分白藜芦醇，对中老年人的心脏健康尤为有益。年轻人和青少年往往更注重味觉体验，习惯在花生上加一些调味品，比如椒盐、麻辣等，来增加口感。熟花生的香脆口感确实更符合他们的饮食习惯，而且经过烹饪后的花生较易消化，适合肠胃功能还在发育阶段的青少年。不过，高温炒制的花生油脂含量高，摄入过多可能会增加肥胖的风险。建议年轻人选择水煮花生或少盐的熟花生来控制热量和盐分。对于肠胃敏感或消化系统较弱的人，熟花生更为友好。经过煮熟或烘烤的花生，其蛋白质结构被分解得更易吸收，且因杀灭了可能的微生物，更适合肠胃不适的人群。煮熟的花生在口感上可能偏软一些，但对于注重健康的人来说，这种清淡少油的熟花生可能是更理想的选择。免疫力低下、易过敏的人群要格外小心。虽然花生并不属于发物，但对部分人来说，花生中的蛋白质可能引发过敏反应。对于有花生过敏史的人，无论是生吃还是熟吃，都需避免。此外，备孕期女性也可适当选择生花生，每天少量食用，获取植物蛋白的同时，也能增加饱腹感，但不宜过量。花生虽好，但量也要控制，做到合理搭配，才能真正让花生成为有益健康的长寿果。结语：生花生和熟花生在营养上各有千秋，生花生保留了天然的蛋白质、不饱和脂肪酸和抗氧化成分，如白藜芦醇，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但生吃需注意卫生，以避免寄生虫风险。不过，对中老年人、青少年、肠胃敏感人群和过敏体质人群而言，
根据个人需求来选择花生的食用方式，能更好的满足营养需求，维护健康。不论生吃还是熟吃，花生都应适量食用。发霉、变苦、油炸或高盐调味的花生则应警惕。选择花生时，不仅要注意口味和营养，更要关注它的质量和烹饪方式，确保吃的健康，吃的安全。通过科学的选择和适当的食用量，花生才能真正成为长寿的好帮手。用简单的食物收获更多的健康益处。